上一讲咱们讲到了疾病与人终生相伴，每个人都难免生病。那今天咱们就来说说医疗的本质。说起医疗啊，你知道每天有多少外地病人进京看病吗？有个官方数字，每天至少有70多万，这么算下来，每年就是2个多亿。这些人风餐露宿，整宿的守在医院门口，就为了一张专家号。那你能想象病人排了一宿的队之后，见到医生是什么感觉吗？对，就像见到了神一样。这种感觉是人在疾病状态下，在最无助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的本能的感觉。在中国，病人治好了病，经常会给医生送一面锦旗，锦旗上面无非写着医德高尚，妙手回春。在他们眼里，这些治好病的医生也是神。那么医生真的是神吗？病是怎么治好的？医疗的本质又是什么呢？美国医生萨斯说过，在宗教强盛而科学无力的从前，人们误将神的力量当作医疗；在科学强大而宗教弱势的今天，人们又误将医疗当成神力。这句话呀，就说出了人们看待医疗的2个极端。在以前找神看病，在今天呀，把医疗想成无所不能。很多人就想当然的认为，得了病就应该把自己全部交给医生，进医院呀就像进修理厂，医生用药或者手术刀修补，然后再把好端端的身体还给我。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很多病啊确实是被治好的。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真正治好病的是病人自己，所有的医疗行为只是起到了支持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医疗的本质是支持生命自我修复。我要强调一下，这个共识包含了2个层面，首先是人体的自我修复，然后才是医学的支持。人体的自我修复是核心，是关键。那为什么自我修复这么重要呢？咱们就先看看，如果没有自我修复，只有强大的医疗会发生什么。这个极罕见的病例已经过去2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想起来，抢救的场景还是历历在目。2年前我接诊了一个20岁的男大学生，服毒自杀。什么毒呢？秋水仙碱。秋水仙碱它本来是一种治疗痛风的药，小剂量可以治病，但是超过剂量很容易中毒，甚至死亡。这个男生吃了多少呢？500毫克。这个剂量超过了致死量的10倍。最可怕的是，这种毒根本就没有解药。所有人都判断这个病人肯定希望渺茫，但是太年轻了，所有的医生又都不甘心，都希望出现奇迹。我们请了各个科的专家会诊，洗胃、心电监护、呼吸机、血浆置换、持续血液净化、升压药物、PICO， 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手段我们都用上了。但是病人还是全部器官都衰竭了。他在昏迷之前在纸上写了3个字：救救我。不到72小时抢救无效死亡，和教科书上写的是一模一样。我们没能创造奇迹。我永远都能回忆起这个男孩死亡瞬间父母爆发出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这么年轻的一条生命眼睁睁就没了，这似乎是一场失败的战役。是医生无能吗？不是，我自信我们是全国最优秀的抢救团队。是治疗力度不够吗？也不是，这个病例用尽了全世界最好的设备和药物。那为什么这么年轻的生命就是救不回来呢？最本质的原因就是病人失去了人类战胜疾病的最基本的环节——自我修复。你肯定知道人体的自我修复主要靠的细胞分裂。比如咱们的皮肤上划破一个伤口，很快就会长出新的组织来填充这个伤口，靠的是细胞分裂。骨折之后，骨折的地方会长出骨痂，逐渐让断裂的部分愈合，靠的也是细胞分裂。回到这个男孩的病例他服用的致死量的秋水仙碱就是阻断了细胞的分裂，让细胞在分裂中期死亡。也就是说，细胞不再分裂了，不再产生新的细胞了，也就剥夺了疾病治愈的最基本的环节——自我修复。为什么要讲这个病例呢？不是我们治不了中毒，而是这个孩子中的毒太特殊，让他无法自我修复，所以有再强大的医疗也无济于事。医疗的作用必须基于自我修复。讲到这儿你可能会产生困惑，既然生命必须要靠自我修复，那要医疗还有什么用呢？我认为在疾病面前，尤其是大病，医疗的支持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个时候人体的自我修复垮了，医疗的支持就是给自我修复赢得时间，创造条件，等待自我修复最终发挥作用，战胜疾病。我工作的 ICU 也就是重症医学科，是疾病最重、距离死亡最近的地方。ICU 的治疗体现了现代医学生命救护的最高形态。但是我要告诉你，即使是 ICU 这种运用了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救命设备的地方，几乎所有的救命手段都是支持。你熟悉的呼吸机是支持肺，让肺休息，等待自愈。你可能不太熟悉的床旁血液净化是支持肾，替代肾脏的功能，等待自愈。甚至全世界最前沿的 ECMO
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膜肺，是对心脏和肺最高级别的支持。你看，所有这些顶级的医疗设备都是为了先把命保住，给自我修复赢得时间，创造条件，然后等待自我修复发挥作用。可能你会说啊，有的病看上去确实是医生治好的，他怎么看都和自我修复没有关系。比如肺炎，医生用抗生素杀死细菌，病人治愈，听上去确实是抗生素起了作用。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例子同样体现了医疗的本质是支持生命自我修复这个基本共识。为什么呢？得了肺炎，先用抗生素杀死大部分的细菌，但是总有耐药的，没有被杀死的细菌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人体的白细胞发挥作用，消灭剩下的细菌，让肺炎痊愈。白细胞吞噬、杀灭细菌的过程就是自我修复。同样是肺炎啊，但是白血病的病人或者艾滋病的病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就非常难治。这些病人啊，甚至会因为肺炎去世。因为这类病人白细胞吞噬功能差，自我修复能力低下，因此再强大的抗生素效果也不好。治愈疾病最终靠的还是自我修复。自我修复能有多神奇呢？那接下来啊，咱们看一个著名的病例。这个病例之所以著名，不仅仅是由于患者的特殊身份，更是由于这个病例用到了全世界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同样还有它传奇的治疗效果。这个病人就是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2015年8月份，90岁的卡特总统被诊断得了恶性黑色素瘤，更可怕的是已经发生了脑转移。你肯定能够想象，对于一个90岁的老人预示着什么。卡特的医生立刻给他做了手术，并且开始放疗。但是即便是这样积极的治疗，这种情况依然生机渺茫。为什么呢？狡猾的癌细胞可以逃过人体的免疫细胞的监视，免疫细胞就是一种强大的自我修复。如果癌症可以逃过，那么说明这个时候自我修复垮了。如果不能够恢复这种自我修复，病人怎么手术、怎么放疗，效果都不好。这个病例之所以传奇，就是由于卡特的医生给他用的一种药物，叫做 PD-1 抑制剂。简单点说，这个药就是让卡特身体里的免疫细胞重新恢复识别和杀伤癌细胞的能力，也就是说，让病人重新恢复自我修复。4个月以后，奇迹出现了，卡特总统的病灶全部消失，而且直到今天都没有复发。2018年10月1日，诺贝尔医学奖颁发给了2位免疫学家，他们通过重新激发癌症患者免疫细胞的能力来对抗癌症。从此，人类有了一个全新的癌症治疗方法。我认为这个诺贝尔医学奖，与其说颁给了癌症的免疫治疗，不如说颁给了咱们人体伟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好，讲到这儿，这节课也接近尾声了。那我就来总结一下，咱们今天讲了医学的第3大基础共识：医疗的本质是支持生命自我修复。第一，人体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第二，自我修复缺失，医疗也无能为力；第三，医疗的作用是为自我修复提供时间、创造条件。我也留给你一个小问题：有病的时候咳嗽、呕吐，这些都是为了自我修复，那你还能想到哪些表现也是为了自我修复呢？欢迎发在留言区，咱们一起互动。今天咱们说了医疗的本质，毫无疑问，今天的医疗是越来越强大，但是人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医疗充满了不满。下一讲咱们说说医学的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最后，我送给你一句话吧：对抗疾病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身体内数以万亿的细胞正在和你一起努力。